之前的手机简史，无论是正片还是番外篇，除了传音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他们活跃在我们的身边，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你我都在用着他们的机器。但是在时间的长河里，还有很多品牌已经慢慢淡出了我们的视野。有这样两个品牌，一个曾一度超越诺基亚，短暂的成为全世界市值最高、销量最高的手机厂商，而另一个公司甚至无处不在。大到好莱坞电影，小到手机镜头的原件都离不开它的身影。他们都曾一时风光无两，但是现在在手机领域却鲜被人提及。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手机简史的正式篇。本期我们聊聊 HTC 和索尼。这个系列的花式催更我们都看到了，但是播放量持续走低赶紧动动你们金贵的小手，三连一波，特别感谢。时间我们回到1997年，那个时候你出生了吗？王雪红拉着朋友周永明以及卓火土创立了宏达电子，也就是 HTC。但是 HTC 并不是王雪红的第一家公司早在1992年，王雪红就向银行借款500万买下了濒临破产的 Symphony 公司，取名为威盛电子。而这家公司就是由前英特尔员工陈文琪成立，也就是王雪红未来的老公。这有点意思起步之初呢，威盛电子涉足集成电路设计和 PDA 代工业务，并选择杀进半导体行业，并一度打破英特尔的市场垄断，全球主板芯片份额一度高达70%，而产品线覆盖了 CPU、GPU 和移动通信芯片，而这是英特尔从未能达到过的高度。1999年，威盛电子在中国台湾上市，但随后的岁月，英特尔不断的专利诉讼让这家公司之后的岁月一直官司随行。但是王雪红未雨绸缪，在威盛电子繁荣的时候就选择了另开一个炉灶，那一年正是1997年。而宏达电子起初只是一家代工厂主要生产搭载 Windows CE 系统的 PDA， 也就是掌上电脑。如果你太小了不知道 PDA 是啥玩意儿，辛苦你自己去百度一下但是最初成立的几年呢，亏损不断直到2000年 HTC 为康柏代工的 iPad， 注意不是 iPad 这个大获成功，才让 HTC 摆脱了威盛电子的输血，扭亏为盈。而这台 PDA 在2000年被列为吉尼斯世界纪录里功能最强的 PDA。2001年 HTC 的营收超过了155.5亿新台币，约合当年36.4亿人民币。而代工 Windows CE 系统的产品也让 HTC 和微软的关系不断加深，为未来的合作埋下了伏笔。而2001年还有两件大事，第一件惠普并购康柏电脑，第二件索尼爱立信的成立。爱立信是通信起家的，1989年的时候就推出了旗下第一款手持移动电话 Hotline Pocket， 而之后爱立信打入中国，并依靠刘德华代言红极一时。但是盛极而衰这个产品质量问题让爱立信拱手让出了市场，而真正拖垮爱立信的是飞利浦芯片厂的一场火灾。这家工厂呢是爱立信手机 RFC 芯片的唯一来源，而这一年的 T68 成为了爱立信独立推出的最后一款手机。盛极必衰，不光有爱立信，还有索尼。因为误判，索尼错过了液晶显示器的最佳研发时期，拱手让出了需要液晶技术的市场，而另谋出路成为了索尼当时最急切的需求。最终缘分让这两家公司牵起了手。2001年10月，索尼爱立信移动通信公司成立。虽然爱立信的手机业务濒临倒闭，但是在当时的 WCDMA 网络保有市场份额依然接近40%。而索尼在音乐和数码相机领域的技术积累，让索尼爱立信的诞生充满了无限可能。磨合了2年之后，发布了 T618， 依靠极高的性价比和对应价位段中罕见的拍照功能，一度拿下了当时的全球销量第一。T618 推出2个季度之后，亏损了2年的索爱终于扭亏为盈，赚下了第一桶金。在这段时间里呢， HTC 也迎来了转折点。2002年，微软决定打入移动市场，联合 HTC 推出了第一款搭载 Windows Mobile 的 Pocket PC。同时 HTC 还推出了轰动市场的多普达686手机。在手机拥有一块彩屏都是高级产品的年代，多普达686集通信、上网、商务等等功能，还支持听歌、看视频。加之 HTC 代工 Windows CE 系统的 PDA 经历，让微软十分器重 HTC。就像是微软在桌面级系统垄断一样HTC 在 Windows Mobile 平台的份额曾一度达到80%。同年 HTC 成功在中国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
这里要说一下啊，在国外呢，电信运营商才是手机销售的主要渠道，也就是合约机，欧美现在也是如此。而微软的器重和多普达686的成功呢，让各大运营商都相中了 HTC， 而 HTC 带着东方独有的谦卑品质，极大的满足了运营商的定制需求。反过来，也让更多的运营商愿意和 HTC 合作。鼎盛时期 ，HTC 的合作伙伴超过了50家，这种良性循环让它凭借着极少的资源，迅速的将市场扩大至全球。而也正是因为代工，在这个期间 ，HTC 积累了雄厚的技术基础。但是代工厂终究是代工厂，随着越来越多企业涌入这个领域，利润越来越低，这样下去 ，HTC 最终会遇到发展的瓶颈。自建品牌成为了 HTC 当时打破瓶颈的首个选择。但是这有个问题啊，原本合作的手机企业一瞬间都变成了对手。HTC 不仅瞬间失去了大量的订单，股价也随之暴跌。但是看清了未来道路的 HTC 并没有选择放弃。随着07年 HTC Touch 和08年 HTC Diamond 上市之后的强烈反应 ，HTC 的股价逐渐回升。但真正改变 HTC 命运的并不是这两台手机，也不是微软，而是谷歌。2005年，谷歌收购安卓科技公司，并由谷歌主导，联合34家公司成立了 OHA 开放手持设备联盟，而 HTC 就是 OHA 的原始成员之一。2008年9月23日，联合谷歌 HTC 发布了世界上第一款搭载安卓系统的手机 HTC Dream， 而美国运营商 T-Mobile 的定制版就是我们熟悉的 HTC G1， 也就是随后大名鼎鼎的 HTC G 系列的鼻祖。从此 HTC 搭着安卓的东风走上了最辉煌的时期，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 HTC 成就了安卓。2005年除了谷歌收购安卓之外，也是索尼和爱立信最为蜜月的时期。凭借索尼在音乐和数码相机领域的技术积累和市场地位，2005年索尼爱立信推出了第一款印有 Walkman logo 的音乐手机 W800，白橙的配色、专门的音乐快捷键和醒目的 Walkman 标志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我家邻居当时有一台，我当时玩过几次啊。2006年，索尼爱立信又推出了首款 Cybershot 品牌认证的拍照手机 K800， 直面挑战当时的手机影像霸主诺基亚。2008年成为了索尼爱立信和诺基亚在影像领域对战最为精彩的一年。为了突破手机拍摄的极限，光学变焦成为了一个发展方向。诺基亚最终拿出了诺基亚 N93， 而索尼拿出了 SO905SCS。我操，这个名字怎么这么复杂？虽然没有诺基亚出名啊，但是这台手机第一次搭载了潜望式镜头技术，同样的3倍变焦，所爱的机身明显要更加小巧精致。在08年，索尼还推出了 W980 作为 Walkman 系列的产品，拥有当时最时尚的外观设计。Walkman on Top 功能支持用户在外屏上进行音乐控制，配备 Track ID 功能，可以让用户听歌识曲，是不是非常先进？是当时 Walkman 手机中的代表作之一。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啊，因为在这一年，超经典的 Xperia 系列诞生了。Xperia X1 成为了索尼的第一款智能手机，搭载 Windows Mobile 6.1 系统，侧滑盖全键盘设计，3英寸的 WVGA 触控屏，320万像素镜头，搭配钻石切割设计和全金属拉丝的外壳，都让 X1 成为了那一年最惊艳的产品之一。随后，索尼也推出了升级款 X2， 将后置摄像头升级到了800万像素，同时还加入了前置扬声器以及前置摄像头。好在索尼并没有孤注 Windows Mobile 系统，在2008年受谷歌邀请，索尼爱立信也加入了 OHA 联盟。2009年，索爱发布了旗下首款内置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 Xperia X10，搭载主频为1G 赫兹的骁龙 S1 芯片，4英寸854×480分辨率的屏幕在当时可谓是出类拔萃，而棱角分明和银色腰线的设计也成为了 Xperia 系列的一个标志。而这一年，索尼还推出了 Xperia X5 全透明屏幕，在显示内容的情况下，还可以看到屏幕背后的世界，极富科幻感。虽然并不怎么实用啊，但是别具一格的设计和做工可谓索尼的一个巅峰。在这段时间里边 ，HTC 显得更为辉煌，因为 HTC Hero 来了。代号 G3， 在小白测评10年前的智能手机专题之中，我们聊到过这台机器。这款2006年发布的翘下巴上有一个轨迹球，支持多点触控的安卓机和当年的 iPhone 3GS 一起，赏了塞班和 WM 系统一记耳光，让他们知道
智能手机应该怎么做。而伴随这款手机一起发布的还有 Sense UI。在那个安卓系统操作逻辑混乱、界面丑陋不堪的时候， Sense UI 的出现更像是一种拯救，所以 HTC 又被谷歌相中了。2010年1月 HTC 发布了 G5，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谷歌亲儿子系列 Nexus One，1G 赫兹的高通8250 CPU，512兆内存和480x800的3.7英寸屏幕，相比 iPhone 3GS 的320x480的分辨率 ，Nexus One 要强太多。售价529.99美元，约合人民币3600元左右。除了 Nexus One，HTC 在这一年还发布了 Landry 的代号 G6， 也就是 Hero 的小幅修改版。这台机器拥有完整的铝合金机身，并且搭配了384兆内存和480x420的 AMOLED 屏幕，摒弃了轨迹球，也让它更加像现代智能手机。而正当这款手机要大卖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在做手机的原因啊，这个三星停止了 AMOLED 屏幕的供货，这极大的限制了这台机的出货量。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 HTC Desire 代号 G7， 它可以说是 HTC 最成功的系列，当时的搞机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跟现在的小米是1+8一样的啊。相比 G6， Desire G7 的配置更进一步，屏幕升级为800x480，内存升级到了576兆，作为了那一年的安卓机皇。这个时候挑战 iPhone 的不是沉睡的三星，而是 HTC。虽然被三星的屏幕拖了一些后腿啊，但是并没有阻挠 HTC 发展的步伐，一路顺风顺水啊。于是 HTC 决定挑战未来。2011年6月 HTC EVO 3D 发布，这款手机保留了 Desire 的设计语言，但是大胆的引入了裸眼 3D 屏幕和双500万后摄。这个双摄并不是为了拍得更远或者拍得更广，而是为了配合裸眼 3D 屏幕记录 3D 照片和视频。但是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啊，噱头大于实用。但是在当时，谁又知道这不会是未来呢？正是这一年 ，HTC 凭借着338亿美元的市值，超越了当时死守塞班的诺基亚。而在美国市场 ，HTC 也凭借24%的市场份额力压苹果和三星。这个时候的 HTC 是全世界市值最高、销量最高的手机厂商，不仅拿下了当年 MWC 的2011年最佳手机公司大奖，王雪红还在此时超越郭台铭，拿下了中国台湾首富的名号。同年 HTC 还收购了 Beats 大量股权，发布了 HTC Sensation 两款 Facebook 的定制机 Sosa 和 Chacha， 这个名字现在听也好怪啊，以及一款专门为女性设计的 HTC Remy。但是商场及战场啊，硝烟从未断过。2011年5月，王雪红和陈文琪在加州的苹果店购买了10万多新台币的苹果产品。乔布斯得知之后表示欢迎，并且表达希望和 HTC 共同发展。但是前脚和睦，后脚掏刀。同年7月，苹果就以侵权为由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交了专利诉讼，并申请禁售 HTC 在售的29款产品，而这已经是苹果和 HTC 的第2场专利纠纷战了。12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 HTC 部分设备侵犯苹果专利，将禁止某些型号 HTC 手机在美国销售，禁令自2012年4月19号生效。虽然王雪红并不想认输，但是这场持续了近1年的官司，被动的 HTC 只能选择和解。2012年11月 ，HTC 和苹果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和解，撤销全部诉讼，并且签署了10年的专利授权协议。而在这期间，三星的飞速发展吞噬了 HTC 空白期的市场。2012年 ，HTC 的市场份额从24%跌落至6%。但这并未意味着 HTC 放弃了，一些新的尝试出现在了 HTC 新系列的手机上。第一个就是聚碳酸酯机身的 HTC One X， 一体成型的聚碳酸酯机身带来了极致轻薄的手感，同时它也并没有纯塑料机身的廉价感。没错，早在苹果和 Lumia 之前 ，HTC 就进一步尝试了这个材质，而 HTC One S 更进一步，在铝制一体成型的机身上使用了微弧氧化工艺，使得铝制机身形成了一层陶瓷膜层，硬度是普通阳极氧化的数倍，历久弥新。不光如此啊 ，HTC 还申请了一项专利，更高级的阳极着色处理可以实现更优雅的光泽感。而这些尝试和工艺难度远超当年比 3.5 寸更大屏幕的 iPhone 5。以及当年大火到我都入手了的鹅卵石造型的 Galaxy S3，但是结果我们都知道啊，对于 HTC 最重要的美国市场，2012年只剩下了6%的份额。问题不光出在美国市场，在内陆 HTC 的份额也出现了动摇。这个背后的推手正是2011年底发布首款手机的小米，1999的价格配合旗舰机的硬件配置，吸引了绝大多数用户的注意力，尤其是机友党。要知道，当时像样的安卓好机都要4-5千块钱。而依靠机海战术的 HTC 还没明白自己最大的问题，没有明星级的产品。
从2007年开始到2012年 ，HTC 至少推出了近100款机型，而 iPhone 只推出了5款。这导致了 HTC 没有太多的用户粘性，极易倒戈别的品牌。但是王雪红还有机会啊，因为高端市场人还并不多，除了三星和苹果，还没人站上去，而 HTC 的口碑还在。但是王雪红却做了在现在看来最不应该的一个决定，就是降价。HTC 对全部机型进行了降价，甚至包括了还未上市的机型。这一举打破了之前 HTC 高端安卓旗舰的形象，从此 HTC 走上了不归路。但是索尼这边得益于 Xperia X10 的成功，索尼也走上了自己的短暂辉煌。2011年 Xperia Arc 系列凭借着精致的腰线和别样的美感，在那一年成就了另外一番风景。RT15i 和 RT18i 是那年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棱角与圆润设计的完美结合，经典的直板造型，但是内凹的背板让整个手机的握持感远超当时的直板手机。RT18i 可以说是索尼爱立信设计的巅峰之作，也是最后的绝唱。2011年10月，索尼宣布以10.5亿欧元收购爱立信持有的50%股份，自此这一场持续了近10年的姻缘就此终结，索爱的 logo 被换成了索尼。而这一年还有一台不得不说的手机，那就是 Xperia Play， 索尼的第一台游戏手机，也是最后一台，采用了侧滑设计，屏幕下边隐藏着控制按键和虚拟摇杆，还拥有2个尖键。相比于现在的游戏手机，这一台显得更加游戏，是不是？虽然索尼在主机领域风生水起但是 Xperia Play 生不逢时，无论是平台性能还是游戏数量都不足以支撑起索尼的野心，最终这台机不了了之，系统版本也永远的停留在安卓 2.3， 没能迈入 4.0 时代。咱们畅想一下现在的移动处理芯片都赶上 PC 端了，索尼要是再做一台游戏手机，也不是没有可能2012年既是旧时代的终结，也是新时代的开启，这个代表就是 Xperia S LT26i， 这是最后拥有小绿球的索尼系列手机，也是第一款完全抛离了之前设计风格的索尼手机，同时也是索尼的第一款双核手机。但这些都不重要，因为这款手机最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屏幕下方会发光的透明装饰条，这个设计拥有着极高的辨识度，也延续到了之后的 Xperia P、Xperia U、SP 等等机型上。而 Xperia Z 系列的到来迎来了索尼手机的一个巅峰。2013年1月，索尼在 CES 大会上发布了 Xperia Z1， 这款手机开启了索尼 Omni Balance 的全平衡设计时代。双面玻璃，方方正正的机身，再加上防水和骚紫的配色，绝对是13年最耀眼的那颗星，甚至可以和当时如日中天的 Galaxy 一分高下。虽然较差的可视角度和备受诟病的防爆玻璃膜成为了很多用户吐槽的缺点，但是40天460万台的销量也证明了 Xperia Z1 的成功。但这也是索尼手机最后的巅峰成也平衡，败也平衡。全平衡的理念呢，束缚住了索尼工业设计的拳脚。从2013年到2016年，索尼手机的设计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最终持续了3年的套娃，成为了索尼困住自己的牢笼。索尼这边成也平衡，败也平衡，而 HTC 成也 M7， 败也 M7。M7 是这台手机的代号，而这台手机的型号便是 The New HTC One。还记得之前说到 HTC 选择降价救市吗？但随着华为、中兴、酷派等等手机品牌的出现HTC 的降价最终并没有救回市场。王雪红最终决定放弃机海，专注旗舰，于是全新的 HTC One 来了这也是全球首款全金属机身的智能手机，一体化的机身设计和简洁干净的线条营造了极佳的设计美感，在随后的时间里边被大量的厂商所模仿这台手机可谓凝聚了 HTC 10几年的功力在亮相的那一刻绝对惊艳四座，斩落了 MWC 2013年最佳新手机奖、2013年全球移动大奖的最佳手机奖和最佳产品奖等等重头大奖，甚至还拿下了第2年的 MWC 最佳智能手机奖。HTC 本以为这匹黑马可以让自己重回巅峰，但是市场给了 HTC 当头一棒用户不接受 HTC 的400万像素摄像头。没错，这可以说是一个经典的营销案例在2013年，三星 S4 拥有1300万像素的后摄，就连 iPhone 都有800万，而 HTC 只有400万。但是要注意，这400万别有深意，因为它是一颗单像素2微米、传感器尺寸面积要比三星 S4 的1300万还要大的400万。
即便放到现在，旗舰机上用的最多的 MX586 4合一之后的像素也只有 1.6 微米。但是用户不懂啊，用户不理解单像素2微米意味着什么，也不明白更大的底有什么优势。但是大家都知道，1300万要大于400万，400万的照片放大了会模糊。即便当年三星的1300万表现非常一般，我估计你在这就能明白了，为什么很多廉价手机硬凑也要给它凑上4摄。除了营销上的失策，太过激进的工艺也拖累了 HTC One 的生产。全金属机身的设计远超当时任何一款智能手机的生产难度，整个机身的生产过程需要 CNC 切割、打磨、钻孔等等工艺复杂耗时。而 CNC 的道具在当时的价格也不便宜，供应链的成熟度也没有现在这么高。重点是负责给 HTC 代工的工厂技术有限，良品率根本不能得到保证。这一系列的失策将 HTC 推向了悬崖。虎落平阳被犬欺专利官司又来了。2013年4月刚上市的 HTC One 就因为侵权诺基亚麦克风相关专利在荷兰遭到了禁售。10月，伦敦高等法院以侵犯诺基亚芯片相关专利为由，在英国禁售了 HTC 大量机型。2014年初 ，HTC 第3次败于诺基亚，除了部分产品遭到禁售，还要向诺基亚支付费用以交换专利授权。在经历了如此之久的失利之后 ，HTC 将希望压在了 HTC One M8上。这款2014年的手机更像是之前 One 系列的升级款，硬朗的线条被圆滑所取代，400万的大底后摄还在，但是增加了一枚200万像素的景深副摄。你看，现在我变成双摄了，它也让 HTC 成为了首款搭载凑数镜头的手机。最终 M8 呢还是挽回了一些颜面让 HTC 扭亏为盈，多续了几年命。但随后三星 S6 Edge 的成功和国产手机的红海大战，都让 HTC 越来越边缘化。在当时来说，上打不过三星苹果，下刚不过华米OV，不过火腿肠还能站HTC 10又诞生了。这款2016年的产品有着 HTC 之前系列不少影子四边宽倒角的设计让它看起来非常硬朗，而正面也终于取消了备受诟病的多下巴，也改成了常见的安卓设计。除了 HTC 10， Google 发布的 Pixel 系列也是和 HTC 合作打造。虽然在当时登顶 DXO 的第1，但是销量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咱们说一下国产手机市场2016年还有什么呢？你一定记得，那就是小米 Mix 的发布会。这款手机首次推出了全面屏的概念，甚至可以说领导了之后的手机设计方向。而索尼还沉浸在全平衡的设计里索尼慢一拍仿佛是刻在索尼骨子里的特点。15年前，因为慢一拍没能跟上液晶技术，从而和爱立信合资创立了索尼爱立信。而15年之后，依旧慢一拍没能跟上主流设计。而在全屏成为主流和讨论中心的2017年，索尼市场总监还表示，为了兼顾主流娱乐，索尼暂时不会大力开发全面屏，至少不会那么快。况且，索尼还是一家影视公司，部门之间不能相互排斥。这其实也暴露了一个问题，索尼各个部门之间各自为战，相互之间甚至都成为了竞争对手。2017年10月发布的大额头大下巴的 Xperia XZ1 销量惨淡，上市1年降价一半，直到2018年4月 XZ2 才更新了全面屏造型，但是依旧有不小的额头和下巴，还是不符合潮流。除此之外索尼的迷之操作也让人不解，比如 XZ2 Premier 重达234克，锁半斤的称号也由此而来。而其他厂商追求多摄、快充、屏下指纹的时候，索尼在干什么呢？索尼研发了首个 4K 屏幕、4K 视频录制、VR 技术等等等等。索尼仿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开心事。其实这些技术并没有方向错了，因为其他厂商后续的跟进都证明了这些技术是未来。但是索尼从来不进行什么大力宣传在 OV 忙着冠名，小米忙着办节的时候，索尼什么都没做，是什么都没有做。反正就是很佛系但是市场呢，最终会打醒做梦的人。2018年双11的时候，索尼在官博做了一个答题锦鲤活动，而活动的奖品不是一台自家的旗舰手机，而是有些令人无奈的 XZ3 的优惠券。而其实这个优惠券也不太行，1111元的优惠券相对于售价高达5399的 XZ3 而言，意味着用户还要再自掏4288元。最终中奖用户和我们猜的一样，他放弃了奖品虽然官博表示顺延至第2位，但是第2位好像也弃奖了。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
尴尬的锦鲤抽奖啊，因为本来答题的用户就没多少，好像也就100多个。索尼手机的问题不仅仅在自身啊，也和索尼长久以来的内急有关系，也就是上面我们说到的各个部门之间的斗争，甚至索尼自己内部的部门之间都是相互的竞争对手。就像别的手机厂商都在用着索尼最新的 CMOS， 但是索尼自己的手机却总是慢一拍，总是晚一代才用上别人都用过的自家研发生产的 CMOS， 你说尴不尴尬？2019年年初的时候，索尼全球营销高级经理一语道破天机啊。虽然我们是一家公司，相机阿尔法部门呢，有时仍然不愿意为手机提供某些产品，因为他们不想索尼手机和3000英镑的索尼相机有着一样的相机体验。我们把视线再拉回到 HTC 这边，它更为难过，因为 HTC 10也失利了，1个季度只销售了100万台，甚至还不如昙花一现的三星泵7 Note 7啊。但是 HTC 还没放弃，2017年 HTC 推出了 U Ultra。在这款手机上呢 ，HTC 放弃了之前引以为傲的全金属机身，终于转向了双面玻璃的设计，售价5088元。如此昂贵的一台手机啊，在2017年没有无线充电，没有耳机孔，不防水，也没有双摄，而且搭载的还是高通骁龙821，而这一年高通已经发布了骁龙845。唯一的亮点或许就是顶部的一块副屏啊，可以显示通知、控制音乐等等啊。最终市场还是给了 HTC 一个响亮的巴掌，发布没多久就暴跌1000元。2018年5月发布的 U12 甚至根本没有掀起什么波澜。2020年1月21日 ，HTC 官方社区宣布将会在2020年2月7日关闭 HTC 官方社区，并感谢用户一直以来对 HTC 官方社区的关注与支持。自此，我们可以说是标志着一个时代倒塌了，曾经首发并引领安卓时代的品牌不在了。HTC 从巅峰到倒闭只花了8年。而从起步到巅峰花了 HTC 整整14年的时间。在这23年的时间里 ，HTC 从未布局过云端服务、内容提供、移动游戏，甚至是系统广告，从未涉猎。虽然和 Beats 联名过，但是也没有在音乐平台上有所建树，甚至专利都没有多少。现在看来 ，HTC 是不是有点老实的过分了？再回到索尼手机这边，内部各自为战，极强的工程师思维，粉丝都感知到了啊。平井一夫当然也知道，早在2012年的时候，一夫就提出了 One Sony 的改革计划，但是直到2019年，索尼手机上才看到了 One Sony 的影子。2019年6月，索尼在 MWC 发布了 Xperia 1，带着一堆的头衔。全球首款 4K HDR OLED 屏幕、眼控对焦功能、X1移动图形处理引擎，还有 CELT 摄录功能等等，这些功能呢都是索尼影像部门、电视娱乐部门的独门绝技。但是从2013年全球销量第7，市场份额3.8%，到2018年亏损成为常态啊，这个市场占有率呢不足0.5%，可谓悲凉。好在索尼现在仍然坚持来做手机啊，在一群嘲笑和冷眼之中，甚至索尼自己的粉丝每天都在调侃索尼手机倒闭了吗？时至今日，索尼 HTC 这两家其实还很不一样啊。索尼没了手机，但是凭借在影像领域的绝对霸主地位，牢牢把控上游产业链。索尼的 IMX 传感器是各家厂商们宣传的要点，目前已经发售的手机镜头最强的依然是 IMX 700，在电视、相机、电影等等领域啊，活的依旧是风生水起啊。但是 HTC 呢可就不一样了啊，它再一次超前押宝 VR， 结果时代并没有准备好。一向低调的王雪红在 HTC 手机鼎盛时期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若未来手机厂商只剩下2家 ，HTC 一定是其中一家。在现在听来确实令人唏嘘。好像国内这2年也有厂商说类似的话啊，而且最近也频繁碰到禁售和官司，兜兜转转，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是我觉得国内这家厂商有希望登顶的。OK， 小白测评手机简史第11期，咱们就聊到这儿。大家的催更我们都看到了，但是这个系列呢，确实是我们最花费时间和精力的系列视频。跪求各位3连支持一下啊！我要的不多，3万就可以了。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视频数据库、商城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边，赶紧扫码关注。不客观的你，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对了，你还想听哪一期？熟悉的聊完了，我们都开始冷门的了。冷门你还想听哪一期呢？可以做一下弹幕。